有没有发现，刚才那些工具的界面长得都很像？没错，它们的选项都像披萨一样环绕在圆心周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饼状菜单，或者叫做环形菜单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打开了一堆应用，想切换时，却在 Command 加 Tab 里来回翻找，或者鼠标在 Dock 栏里晃半天，还得瞄准点击，尤其是窗口多、屏幕小的时候，非常不好找。今天介绍的 App 可以在你的鼠标周围出现一个环形菜单，让你在游戏里像切换武器一样，嗖的启动或者切换 App。在开始前，先感谢这位观众的留言，给了我做这期视频的灵感。如果你有什么宝藏 App， 或者想让我体验什么新奇玩意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，说不定下期视频就是它了。兄弟们，让我们黑起来好吗？为了这期视频，我研究了好几天，找到了4款类似的 App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 Go。Pioneer 它能一口气解决3件事情：切换应用比 Command 加 Tab 更快更爽，启动应用比 Dock 栏更高效，执行快捷操作不用死记硬背快捷键。按下快捷键后，所有打开的 App 直接围绕鼠标形成一个环形菜单。你只要把鼠标移到目标 App 上，松开按键就能切换过去，这样子路径更短，不像 Command 加 Tab 那样得翻牌子找应用。视线不需要大幅移动，一直跟着鼠标走，不需要来回的切换焦点。在设置中，你可以设置呼出的快捷键，我自己的习惯是使用 Option 加 Tab。你也可以通过4个功能键和指定一个按键进行灵活组合。还有个推荐设置，你也可以改一下快捷键的交互方式。默认情况下，你需要按快捷键加鼠标点击选择，但建议改成长按模式，按住快捷键不放，移动鼠标选择。松开即切换，这样更快更丝滑。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 ，Pioneer 只能切换活跃的 App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某个 App 被最小化或者它关闭了，切换后只会显示它的菜单栏，而不会自动恢复窗口。这个逻辑和 Command 加 Tab 一样，所以如果暂时不用某个 App， 建议直接用 Command 加 H 键隐藏，而不是最小化。除了切换，打开 App 也是高频操作，常见方法有哪些 ？Dock 栏适合常用的 App， 但 App 一多就不好管理。启动台。如果你不是图标党，找起来费劲。快捷键呼出 Smart Line 或 Lightcast， 再输入 App 名字，速度快，但得打字。Pioneer 提供了一种更直观的方式，你可以把常用 App 文件或文件夹放在圆环里。当你按下快捷键后，常用 App 会围绕鼠标出现，直接选择就能打开，不用打字，也不用翻列表，一眼就能选中。在 macOS 的 App 中，我们可以在菜单栏里看到 App 所支持的所有操作，这些操作后面还标注了快捷键，按下快捷键后就可以实现对应的操作。但问题是，谁能记住这么多组合键呢？你可以把常用的 App 快捷键录入到 Pioneer 的设置中，按下快捷键，呼出 Pioneer， 选中对应的操作就能执行。比如在 Safari 里可以一键添加书签或清空缓存，在反达里一键查看选项或打开某个文件夹。你只需要记住 Pioneer 的快捷键，其他操作全靠肌肉记忆。总结一下 ，Pioneer 一款软件解决了 App 切换、启动和快捷操作，设置对新手非常友好。不过也有2个缺点。价格在今天介绍的 App 里最高，这点可能会劝退部分用户。还有就是无法自定义菜单外观和大小，当 App 很多时，环形菜单可能会显得很拥挤。Launch 的核心功能是切换应用和启动应用。按下快捷键，它会弹出一个环形菜单，上面显示当前打开的所有应用。选择方式有2种，鼠标悬停在想切换的应用上，松开快捷键，直接切换。用左右方向键选择，完全不用碰鼠标。如果你想更快一点，直接按上应用的首字母，比如按 G， 光标瞬间跳到 Google Chrome， 非常顺滑。不过目前还无法识别中文 App 的首字母。在环形菜单上选择 App 后，你可以使用键盘的向下按键隐藏这个 App， 或者向上键取消隐藏。同时在菜单上可以看到当前 App 的状态是处于活跃还是隐藏。呼出菜单后，按下中括号键就能切换到应用启动的菜单。你可以在这里固定常用的 App， 一键启动，还可以设置启动某个应用时自动隐藏其他窗口，这样能快速进入专注模式。你在反达里选中一个文件后，可以直接拖到 App 上，就能立即打开。比如你想发送个附件，直接把文件拖到邮件客户端的图标上，就能自动添加进去。这样比先打开 App 再选文件或者来回切换窗口要方便太多了。Launch 满足了切换应用和启动应用2种功能，还能隐藏 App 和取消隐藏，非常适合键盘用户。支持自定义环形菜单的外观和大小，300次免费试用，价格也算合理。缺点是切换和启动2种模式用的是同一个快捷键，如果能自定义或者增加鼠标中键作为切换模式的话就更好了。其次，快速启动只能添加应用，没办法直接打开文件或文件夹，这点有点可惜。
如果说 Launching 是为键盘党打造的全人型选手，那 OBLink 就是一个专注的特种兵。它专注于一件事，快速启动应用，并且更偏向鼠标用户。按下快捷键后，会弹出一个环形菜单，鼠标移动到目标应用上，松开快捷键，应用就会立刻启动。如果你的常用软件比较多，还可以用鼠标滚轮切换到第二个环形菜单，相当于多了一个软件分区。OBLink 的每个环形菜单支持8个应用，你可以把常用的工作 App 放在第一个菜单，摸鱼娱乐的 App 放在第二个，一键切换。如果你的常用软件不超过16个，甚至可以把 OBLink 当做一个简易的应用切换工具来使用。OBLink 在激活方式上考虑得很周到，除了支持常见的快捷键，它还提供了长按触发和双击激活的选项。这样可以避免和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冲突，使用起来更自由。而且你还可以设置鼠标中键激活，配合滚轮切换菜单，整个操作流程特别适合手包用户。OBLink 在启用应用方面做得很极致。如果你只想要一个快速启动 App 的工具，那 OBLink 显然就更适合你。设置界面对新手非常友好，支持调整环形菜单的大小，可以免费试用7天，价格也相对便宜。不过同样只能用来启动应用，而不能直接打开文件或文件夹。有点可惜的是，上面这几款 App 都已经从免费转为收费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为大家找到了一款免费的替代品 Candu。它不仅支持快速启动应用，还能执行快捷操作，甚至允许你创建多层级的环形菜单，自定义程度拉满。不过呢，功能强大也意味着上手门槛有点高，适合喜欢折腾的小伙伴。Candu的核心功能有2个：快速启动和快捷操作。你可以在环形菜单里添加应用、网页、文件夹，甚至是按键组合。比如你想启动 Safari， 可以直接把 Safari 放在主菜单上，一键打开。也可以先选择 App 这个1级菜单，然后在2级菜单里找到 Safari， 通过分类区分。同样，你可以设置在某个特定应用里才能呼出菜单，比如在 Chrome 里按下快捷键，一键打开某个网页，或者执行刷新等其他操作。你有3种方式可以使用Candu：点击模式，和大多数环形菜单一样，快捷键呼出菜单后，用鼠标点击所需要的应用或操作，点击菜单中心位置就可以返回上一层菜单。标记模式，快捷键呼出菜单后，你不需要精准的对准目标，只需按住鼠标左键朝大致方向移动，松开鼠标就可以，操作更加随意。快速模式，呼出菜单后不需要点鼠标，只要按住快捷键，用鼠标指向目标方向，松开快捷键就能触发操作，全程不需要点击，速度更快。Candu 的最大优势是免费开源，不仅支持 macOS， 还支持 Windows 和 Linux。你还可以自定义菜单的外观和主题，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风格。不过呢，它的功能太多，设置有点复杂，不像其他3款 App 那样开箱即用，新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试用。今天的4款环形菜单 App，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？还是有其他的推荐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